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的军队以惊人的战绩震撼了世界。在欧洲战场开局阶段，德军凭借闪电般的攻势横扫波兰、法国等国。曾号称欧洲第一陆军的法国，在1940年仅仅6周就被击败，整个欧洲大陆很快落入德军铁蹄之下。这一切令人不禁要问，德军到底为什么这么能打？他们强悍战斗力的秘密是什么？今天我们就以轻松通俗的方式深入探寻二战德军战斗力爆棚的关键因素，一窥这支战斗机器背后的秘密。想象一下，一场战争不像以往那样僵持缓慢，而是快得像电光火石。德军在二战初期运用的闪电战，就如同拳击比赛里突然打出的一套高速连击，让对手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败下阵来。所谓闪电战，顾名思义，就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机动性发动战争。德军将坦克、飞机、机械化部队结合在一起，用快速机动、集中突击来瘫痪敌军的指挥体系和防线。经过严酷演习洗礼的德军装甲部队，在1939年至1941年期间，成为欧洲战场上无可匹敌的力量。当年德军席卷法国、突袭苏联，依靠的正是这种闪电般的战术奇袭。在闪电战的实践中，德军坦克集群扮演了进攻尖刀的角色。当时德国组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装甲师，集中使用坦克突破敌阵，在纵深快速穿插包围敌军。举个形象的例子，传统战法好比两军在下棋，一步步慢慢挪棋子，而德军的闪电战更像是直接挥起棋盘一脚，迅猛地将对手掀翻。在突袭波兰和西欧时，德军装甲师与俯冲轰炸机配合，快速切断敌军通讯和后方补给，令对手陷入瘫痪和混乱。例如，法军虽然拥有数量和性能不俗的坦克，但许多缺乏电台通讯，指挥反应迟缓。相反，德军几乎所有坦克都安装了电台，彼此协同迅速，把握战机的能力远胜对手。这种战术创新使得德军以寥寥数个装甲师摧毁了兵力兵器并不逊色于己的联军防线。在闪电战理念背后，还有一套德国人特有的指挥哲学——使命式命令。这是一种强调下级主动性的指挥方式，上级只给出任务意图，至于具体怎么干，交给一线指挥官灵活发挥。这就好比足球比赛中，教练定下进攻思路，但场上球员可以根据瞬息变化自主配合，不用每个细节都请示。德军很早就培养了这种文化，鼓励基层军官因地制宜。当闪电战打响时，各级指挥官能够自主抓住战机，快速决策，不用层层请示等待命令。事实证明，这种战术指挥创新威力十足。二战战场上，德军运用使命式指挥，配合训练有素的士兵、机械化部队和大胆进攻，在短时间内突破、分割并包围了敌军，把对手打得晕头转向。可以说，战术创新是德军强大战斗力的第一个秘密，让他们在战争初期以风卷残云之势取得了令人啧舌的胜利。除了战术，德军的硬件也相当给力。二战德军拥有当时领先世界的武器装备，不少还是划时代的创新之作。先说陆军方面，德国造出的坦克，比如3号、4号坦克，在战争初期性能均衡，而后来的虎式、豹式坦克，火力和装甲更是令盟军闻风丧胆。虎式坦克厚重的装甲和强大的88毫米火炮，正面交锋几乎无敌。一辆虎式常常需要盟军几十辆中型坦克围攻才能搞定。这种压倒性的单车战力，让盟军士兵戏称，遇到虎式坦克就像碰上终极 BOSS。 再看步兵武器，德军研制的 MG42 通用机枪，绰号希特勒的电锯，每分钟射速高达约1200发，几乎是英美常规机枪的2倍。它射击声尖锐刺耳，火力密集，盟军士兵无不谈之色变。这些精良利器让德军小股步兵火力也远超对手。二战初期，一支德军步兵师配备机枪、高射炮、迫击炮等火力单元数量远远超过法英军队的同级编制。装备上的优势使得德军部队在战场上往往火力更猛，射程更远，打起仗来如虎添翼。空军方面，纳粹德国的制空力量在战争初期同样傲视群雄。举个例子，著名的梅塞施密特 Bf-109 战斗机
产量高达33000多架，创下空前纪录。德军王牌飞行员几乎清一色驾驶 Bf-109，掌控欧洲天空，还有让敌军地面部队心惊胆战的容克 Ju-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斯图卡机身装有恐怖的警报汽笛，俯冲袭击时发出尖利的尖啸声，庞佛空中传来死亡的呼啸，让敌人心里先崩溃一半。德军飞行员驾驶斯图卡，精确摧毁敌军堡垒和装甲目标，在闪电战中扮演了空中炸弹骑兵的角色。可以说，当时德国空军无论飞机性能还是战术理念，都优于几乎所有盟军类型。战争初期，德军制空权在握，俯视地面，配合陆军推进，让对手雪上加霜。海军方面，尽管德国海军总体规模不及英美，但也有拿得出手的杀器，其中有以潜艇部队、U 型潜艇最具威胁。德军潜艇群在大西洋发动狼群战术，神出鬼没地猎杀盟军商船和军舰，一度切断英国的海上补给线，让丘吉尔都承认，最令我夜不能寐的是大西洋的潜艇威胁。此外，德军还抢先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V1 和 V2 报复武器。V2 导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枚远程弹道导弹，能够携带炸弹跨越大半个欧洲，直接打击伦敦等城市。当时盟军对这种高速飞来的神秘武器几乎无计可施。虽然 V 系列武器主要是战略恐怖用途，未能扭转战局，但其技术理念影响深远。战后各国的导弹发展都直接借鉴了 V2 火箭的设计思路，甚至可以说，德国人的这些黑科技武器为人类军事科技树点亮了新的分支。总之，武器装备的优异是德军战斗力强悍的重要支柱之一。德国人深知自身资源有限，无法打持久消耗战，这恐怕也是他们热衷于研发杀手锏武器的原因。从威力巨大的坦克和火炮，到性能先进的战机和潜艇，再到开创先河的导弹和突击步枪，德军在短短数年里推出了一大批令对手胆寒的新式装备。这些利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效能，让德军往往能以一当十，在战场上取得倍增的战斗效果。正是有了刀锋锐利的武器装备，加上巧妙的运用，德军才得以在战争初期横扫强敌，树立起战神之师的可怕威名。有了战术和装备，还需要能发挥其威力的士兵。德军强大战斗力的另一个秘密，就在于其士兵经历了魔鬼般的严格训练，个个如同久经磨砺的精兵悍将。一支军队好比一台机器，而训练就是校准齿轮、打磨零件的过程。德国自普鲁士时代起就以严格的军事训练著称，二战时这一传统更是发扬到极致。每一名德军士兵从新兵时期开始就要经历长时间、高强度的训练，比如二战初期的新兵训练通常持续16周，内容包括高强度体能、实弹射击和班组战术配合等。每天训练从天没亮一直持续到深夜，把士兵体能和意志都推到极限。长途强行军是家常便饭，德军步兵往往要全副武装行军几十公里，速度之快曾让西方盟军大为惊叹。传闻在法国战役中，德军步兵以惊人的速度跟上了装甲部队，让依赖卡车运输的盟军都自叹不如。这种钢铁般的行军能力，正是平时千锤百炼练出来的。德军训练之严酷，还体现于他们近乎残酷的纪律和惩罚措施。军纪对于德军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上至将领下至士兵都必须绝对服从命令。二战期间，德军一旦发现临阵脱逃、违抗命令等行为，常常立即执行枪决，以儆效尤。据记载，整个战争中至少有数百名德军军官因被视为失职或不服从，而在前线被就地处决。这种严明到近乎冷酷的纪律，使得德军在战场上如同一台严格校准的机器，一声令下便毫不犹豫地执行，不达目的绝不停止。同时，德军提倡向前带领的精神，军官必须以身作则，冲锋在前。许多德军基层军官甚至将军都亲临一线指挥作战，以致德军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军有80多位，可见其带队之深入前线。正是这种身先士卒的领导和服从命令的铁血纪律，打造出德军钢铁般的战斗意志和团队协同。除了基本训练和纪律，德军还注重专业技能和实战演练。每个士兵除了步枪射击等基础科目外，还要熟练掌握各种武器，如机枪手要会操作 MG 机枪，炮手
要懂得火炮瞄准射击等。德军的新兵在完成基础训练后，往往还要接受数月的专长训练，例如炮兵学校再训练3个月。在训练中，实战化是关键词。德军利用大型军事演习和兵棋推演来锤炼指挥官和部队的反应能力。例如，战争前的德军就频繁演练兵棋推演，推想各种作战情况，这使他们在真正开战时对战场局势的判断和适应更为老练。可以说，德军的训练体系从基础体能到战术配合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少有的水准。美国战史学家就评价，德军或许称得上历史上训练最精良的军队之一。普通德军士兵的训练水平远在许多对手之上。当这些经过魔鬼训练的士兵投入战场，他们表现出的专业素养和顽强意志自然转化为强大的战斗力。军队如同一支交响乐团，而指挥官就是乐队指挥。德军战斗力之强，还得益于其独特的领导文化和优秀的军官传统。在德军内部，自一战以来就形成了重视军官教育和参谋体系的传统。德国的总参谋部制度享誉世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备全面军事素养的指挥人才。二战时，德军的指挥层涌现出许多优秀将领，例如沙漠之狐隆美尔、闪击战之父古德里安等。这些指挥官不仅个人胆识过人，更受益于德军总体的领导文化，崇尚主动，鼓励创新和灵活执行。在战场上，德军军官普遍具有较大的战术决策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动，而不像有些国家军队那样生硬死板。这种文化源于普鲁士时代的使命式命令哲学。我们前面提到过，上级不会事无巨细管着，下级领会意图后可自主完成任务。因此，德军部队面对瞬息万变的局势时，能够快速反应，出其不意。例如在北非战场，隆美尔指挥坦克部队时，就常常不按常理出牌，声东击西，神出鬼没，让英军防不胜防。这种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与其说是个人天才，不如说是整个德军领导文化的缩影。德军军官培养体系也功不可没。二战前，德国曾被凡尔赛条约限制军队规模仅10万人，但这反而促使了精英化的军官训练。当时的德军预备役军官多由服役期表现优异的士官提拔，或者挑选有教育背景的新兵重点培养。无论哪种出身，德军军官都要经过严格的课程学习和部队见习。他们学习战争史、战术理论，参加野外演习。很多人在成为军官前已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德军还讲究传帮带，高级军官会将自己的实战经验总结为战术格言传授下去。例如隆美尔总结的机动战15条被奉为圭臬。正因有这样一套传承体系，德军军官团队的平均素质非常高，他们在战争中展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无论在攻势作战还是防御作战，都能率领部队打出惊人的战绩。很多盟军将领都承认，如果能率领这样一支令行禁止又灵活机动的军队，那将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德军的领导文化将严格纪律与灵活指挥巧妙融合，既能让部队步调一致，又赋予基层足够机动性，这无疑是其战斗力强悍的关键因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优秀的领导文化在战争后期受到了一定破坏。随着希特勒对军事指挥的干预日益增多，原本赋予下级指挥官的自由裁量权被大大削弱。希特勒往往从最高统帅部直接下令到基层，不准后撤，不准机动，让前线指挥官陷于被动。这种中央集权的瞎指挥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德军在苏联广袤战场上屡失战机，可以说，希特勒个人的独断独行，扼杀了德军一度引以为豪的使命式指挥文化。然而在战争前中期，德军的领导体系总体上仍然保持了较高效能，这为他们在战术层面取得优势提供了重要保障。当灵活的指挥艺术遇上训练有素的部队，迸发出的战斗力自然不同凡响。一支军队的强大离不开其背后整个国家的支持。德军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惊人的战力，也源自纳粹德国对全国资源的疯狂动员和人民狂热的支持度。首先是民族情绪和意识形态的动员。德国在一战战败后签署了凡尔赛条约，
全国上下普遍感到屈辱和愤懑。纳粹党正是抓住了这种复仇心理，大肆鼓吹日耳曼民族优越和复仇使命，把民众的爱国热情煽动到极点。许多德国青年在纳粹宣传下热血沸腾，真心相信自己是在为民族生存而战。可以说，仇恨与狂热成为德军战斗意志的燃料。德国士兵普遍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普鲁士军人后代为荣。他们坚信自身肩负光复国家荣誉的使命，这种精神力量让德军在战场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顽强。当年德军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士气之高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种全民狂热的支持。全民总动员不仅体现在精神层面，也体现在物质和人力的全面投入上。早在1935年，希特勒颁布军事服役法，规定军役是每个德国人的光荣义务。战时，每个德国男人和女人都必须为祖国服务。由此可见，纳粹德国早已为全面战争做好了准备。战时德国实行全国总动员制，适龄男性几乎悉数入伍，一度将征兵年龄从17岁一直延伸到61岁。到战争后期，更是出现了12、13岁的少年和50、60岁的老人拿起武器保卫柏林的景象。整个社会被纳粹政权拧成一股绳，所有经济活动也服务于战争需要。从工厂到农场，大批男性入伍后，国内劳动力不足，就以征召女性和强征他国劳工来填补。集中营的强制劳工、大规模奴工被投入军工生产，以弥补兵工厂人手短缺。这种不计代价的社会动员，使得德国在惨烈消耗中仍能咬牙坚持相当长时间。后勤和经济动员同样关键。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德军的后勤补给能力一开始并不被看好，因为德国资源并不丰富。然而德国人通过周密组织和技术改进，提升了后勤效率。例如，德军在推进过程中，尽可能利用占领区资源，就地征用粮食、燃料，以补充己方供应。他们甚至发明了便携式固体燃料炉 Asbit 口袋炉，让士兵随时能够加热口粮，不冒烟也不暴露目标。这些小发明体现出德国人在后勤上的用心。此外，德军后勤部队被训练的和作战部队一样专业高效，他们穿梭于泥泞道路和炮火中，把物资送上前线。当然，德国后勤也有先天不足，比如机械化程度不够，补给运输大量依赖马车，这在广袤的苏联战场造成了很大困难。但总体而言，在战争初期快节奏的闪击战中，德军后勤尚能勉强跟上，为前线源源不断提供弹药和燃料。这背后是德国经济在为战争开足马力运转。通过战时经济的集中管控和技术革新，德军武器产量甚至在盟军轰炸下于1944年达到了顶峰。在亚尔培特·施佩尔接掌军备部后，德国军工生产效率提升明显，一度创造了所谓军备奇迹。这些都归功于全国经济的极端动员和组织。不可否认，纳粹德国的社会动员带有极端和残酷的一面，他们透支着国家的未来和人民的福祉，把一切压注在军事冒险上。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动员虽令德军一时强大战斗力，但也埋下了失败的种子。然而就战争初期而言，全民狂热支持和全面物资调配确实赋予了德军持续作战的后劲。正是因为背后有整个国家机器的支撑，德军才能在短时间内连战连捷，长驱直入他国腹地。当然，随着战争延长，德军的补给瓶颈和资源匮乏问题日益凸显，最终难以为继。但在胜利天平倒向盟军之前，纳粹德国的社会总动员无疑为德军强大战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弹药。要打赢现代战争，靠血性和勇气远远不够，还需要坚实的工业与科技实力作为后盾。德军战斗力强的背后，有一个关键因素，是德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相当强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重工业虽然受到限制，但底子仍在。到了纳粹上台后，迅速启动了再武装和工业扩张计划，大举投入军事工业，从坦克、大炮到飞机、潜艇，德国在短短几年内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举例来说，德国著名的克虏伯公司、本德等军工巨头，在战争爆发前就研发出一系列先进武器。
德国工程师的创新精神也为人称道，他们勇于尝试新技术，把科幻想法变成现实。例如世界首款喷气式战斗机哈178就是德国人在1939年成功试飞的。虽然喷气机研发被高层一度忽视，但德国还是抢先跨入了喷气时代。后来投入实战的 Mi-262 喷气战斗机比盟军的螺旋桨战机速度快出一大截，让盟军飞行员大呼看不见摸不着。当然，喷气机出现的太晚，未能大量影响战局，但足以证明德国科技实力之雄厚。德国的化学、电子、机械等领域科技在当时都很发达，这直接转化到了军事上。比如，德军拥有出色的光学仪器生产能力，为坦克、潜艇配备了精密的瞄准镜和测距仪，使他们射击更精准。德国还是雷达技术的先驱之一，虽然二战中盟军雷达技高一筹，但德军也开发了自己的预警雷达和电子战装备。另外，德国科学家发明了世界第一枚巡航导弹 V1 和第一枚弹道导弹 V2。如前所述，这是跨时代的科技成果。在信息技术上，德国的迷式加密机一度让盟军束手无策，虽然后来被盟军成功破解，但也显示了德国人在密码通讯上的技术含量。经济与科技的实力为德军提供了强大的后勤和装备保障，也让他们能够不断推陈出新，尝试各种黑科技武器。这些创新在战争初期往往形成奇效，让盟军猝不及防。当然，德国的经济实力相对整个同盟国来说并不算最顶尖。1939年时，英法波兰加起来的人口、工业产能都超过德国，但德国胜在资源集中、效率高。希特勒政府在战争初期采取闪击战略，某种程度也是出于经济考量，速战速决，避免陷入消耗战。为此，他们倾尽全力在短时间内准备好高质量的军备，希望通过一连串迅猛的胜利赢得战争。而事实证明，德国在战前重金打造的那支机械化军队确实在头2年里战无不胜。在战争进行到中后期，德国在亚尔培特·施佩尔等人的努力下，进一步将经济完全纳入战时轨道，实现了军工生产的高度集中和标准化。举个数字，德国的坦克和飞机产量在1944年达到了巅峰，比1941年增长数倍，竟是在盟军狂轰滥炸下取得的成果。这被称为奇迹，但背后实则是经济和科技潜力被压榨到极致的体现。总体来说，德国强大的工业与创新能力赋予了德军在战争初期傲视群雄的物质基础，让他们具备了与多个强国同时对抗的本钱。谈论德军为何能打，不得不将他们与对手做一番对比，毕竟战斗力是相对而言的。二战初期，德军之所以横扫欧陆，一大原因在于对手的准备不足和理念落后。以1940年的法国为例，法军其实拥有更多的坦克和炮兵，纸面实力不弱于德军，但法军的战术思想还停留在一战时期，更注重防御和逐步推进。他们把大量兵力屯在马奇诺防线后方，主力坦克分散编配步兵支援，缺乏机动拳头，而德军集中坦克突击，一举击溃了法军各个击破。又如苏联红军，1941年时兵力坦克数量冠绝全球，但由于斯大林大清洗造成军官团青黄不接，加上对德警惕性不足，被德军奇袭得手，短短几个月损失数百万兵力。不过，一旦给予盟国时间学习和调整，他们也逐渐克服了最初的劣势。英国人在连吃败仗后吸取了教训，美军参战后也是边打边学，盟军开始在战术上向德国人看齐，建立起自己的装甲集群，讲究空地协同和高速机动。可以说，德国人在战争初期当了对手的老师，但等到战争后期，盟军学成归来，拥有更雄厚的人力物力，很快就反过来压制了德军。尽管最终失败，德军的单兵和小单位战斗力之强还是令对手心有余悸。据战后统计，在几乎每一个战场，德军官兵的人均杀敌效率都比英美军队高出约 50%。 换言之，1对1的较量中，德国士兵往往能以较小代价造成更大伤亡。这个现象无论在德军进攻还是防守时都存在，哪怕在他们节节败退、缺衣少粮、没有制空权的后1944年，西线战场上德军依然给盟军造成了比自身高 50% 的伤亡。
如此骁勇顽强，连对手都不得不承认，希特勒的国防军是二战中最出色的战斗力量之一。例如在诺曼底登陆后，盟军拥有绝对空中优势和2倍于德军的兵力，但德军硬是苦撑了11个月才在西线崩溃。德军依托精良战术和防御工事，将盟军的推进一步步拖慢，迫使盟军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代价。又如东线的无数战役中，德军常以劣势兵力抗击数倍的苏军，还能造成苏军巨大伤亡，战力比比皆是。可以说，如果不是盟军在人力资源和工业生产上拥有压倒性优势，光拼战场作战效能，德军确实一度技高一筹。这也难怪战后许多研究者感叹，这支军队虽然服务于一个邪恶政权，但纯粹论军事素质，堪称人类军事史上的一支虎狼之师。话说回来，盟军的胜利也证明了战斗力并非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到了1943年后，德国的闪击战红利已消耗殆尽，盟军在武器装备和战术上全面赶上，甚至后来居上。美国源源不断的物资，苏联取之不尽的人力，英国成熟的雷达和情报技术，结成强大的联盟，一点点蚕食了德军的锐气。当德军不再拥有奇袭的主动权，他们的强大战斗力也无法扭转战略上的颓势。纵然德军单兵素质再强，也抵挡不住对手人数和资源上的巨大优势。正如有人打比方，一头凶猛的狼可以咬死1-2只猎犬，但一群猎犬终将拖垮孤独的狼。到战争后期，德军弹尽粮绝，精英损耗殆尽，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盟军的胜利不仅在于他们学习并赶上了德军的战术，更在于他们联合起来发挥了总体实力的压倒性优势。这也是对战争启示，拼的是综合国力和正确战略，而非孤立的战场威猛。综上所述，二战德军之所以这么能打，是多方面因素共同造就的结果。创新的闪电战战术和使命式指挥赋予他们出奇制胜的锋芒，精良的武器装备让他们火力凶猛无比，严苛的军事训练和纪律培养出钢铁般的士兵，优秀的领导文化和参谋传统，确保指挥如臂使指。全民的狂热支持和经济总动员提供了持续作战的后劲，加之对手初期的准备不足，使其战术优势得到最大发挥。这样一支军队堪称战场上的魔鬼之师，一时间所向披靡，让整个世界为之战栗。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支最强军队的背后是一个穷兵黩武、泯灭人性的政权。德军的强悍被纳粹用来追逐邪恶目的，最终将德国和世界一起拖入深渊。在更强大的正义同盟力量面前，德军再能打也回天乏术。纳粹德国终于在正义的围剿下灰飞烟灭。回望历史，我们既可以对德军的军事素养和战术成就发出一声赞叹，也要引以为戒。如果缺乏正义的方向，再强的战斗力终将被更广大的力量所击败。战争的胜负归根结底不只在战场，也在于国力、战略和人心。二战德军这部战斗机器的崛起与覆灭，正是一出发人深省的历史剧。它展现了军事艺术的高峰，也揭示了侵略战争的必然下场。最后，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大家对德军强悍战斗力的秘密有一个通俗而清晰的认识。当年那支铁血之师早已随历史远去，但留给后人的反思不会磨灭。正如一句谚语所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了解战争中的这些秘密，不是为了崇尚暴力，而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和平。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感谢各位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次再见。